哈喽，我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来到这里。如果你点开了这支影片，请先给自己一个深深的拥抱，因为我知道来到这里需要一份巨大的勇气。这份勇气代表你已经准备好去凝视那些被尘封的过去，去触碰那些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去开启一场属于你自己的深刻的蜕变之旅。现在正值11月，这是一个能量转换的月份，大自然正在用落叶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是时候该放手了，而宇宙也正在邀请我们进行一次灵魂深处的大扫除。所以今天我们不谈预测，不问未来，我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疗愈。我们要一起探索的主题是释放过去，迎接重生。在这趟11月的深度疗愈之旅中，我们该如何整合自己的阴影，并听线内在小孩真实的声音？这个占卜献给每一个感觉被过去困住的灵魂，献给每一个渴望成长却不知从何开始的朋友，献给每一个勇敢的你。你愿意相信，在伤痛的裂缝中，终将绽放出最美的光。请记得，这里是一个绝对安全的空间。无论牌卡揭示了什么，都请你温柔地对待自己。所有的情绪都允许被看见，所有的伤痛都值得被疗愈。在我们开始之前，如果你感觉到与这个频道的能量有所连结，欢迎你订阅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在未来的疗愈道路上，我们可以彼此陪伴。也请为这支充满勇气的影片点一个赞，让这份疗愈的能量能够流动给更多需要它的人。好，在我们进入牌卡的世界之前，让我们先一起回到我们的内在。请找一个让你感觉舒服的姿势，坐直你的脊背，轻轻地闭上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做3次深长的呼吸。吸气，从你的鼻腔深深地吸入一口气，想象你吸进的是宇宙中最纯净的，带着淡紫色光芒的疗愈能量。让这股能量充满你的肺部，你的胸腔。吐气，从你的嘴巴，轻轻地、缓慢地，将所有的杂念、焦虑和疲惫都随着这口气完全地释放出去。再一次，深深地吸气，感受这股紫色的光流经你的4肢百骸，让你的身体每一颗细胞都慢慢地放松下来。缓缓地吐气，释放掉肩膀的紧绷，释放掉眉头的深锁。最后一次，吸气，将这股疗愈的能量带到你心的位置。吐气。现在，请将你的双手轻轻地放在你的心口上，感受着你手心的温度，感受着你心脏的跳动。请在心中为自己设定一个温柔的意图。你可以跟着我一起默念：亲爱的宇宙，亲爱的我，今天我来到这里，我愿意敞开我的心。我愿意看见那些需要被我看见的。我愿意释放那些不再服务于我的。我请求指引，让我看见疗愈的道路。我承诺，无论我看见什么，我都将以爱与慈悲来对待我自己。很好，现在慢慢地将你的意识带回到这个空间。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就可以温柔地睁开你的眼睛了。接下来，我为大家准备了3个充满蜕变能量的牌堆，请你用你的心，而不是你的头脑，去感受它们。看看哪一个牌堆在这一刻正在深深地呼唤你。第一组是蝴蝶蜕变，象征着从束缚中破茧而出，迎向全新的美丽与自由。第二组是凤凰重生，象征住在灰烬中浴火重生，带着智慧与力量回归。第3组是莲花绽放，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在混乱中绽放出纯净的觉知。请凭借你的第一直觉做出你的选择。如果需要更多时间，可以随时按下暂停。选择好了吗？选好之后，欢迎你在下方的留言区写下你选择的组别，比如我选择蝴蝶，
或者留下一个蝴蝶的表情符号。这个小小的仪式会加深你与这份能量的连结。那么，我们就从选择第一组的朋友开始。你可以根据下方的时间戳，直接跳转到属于你的深度疗愈解读。第一组，蝴蝶蜕变。哈喽，选择第一组蝴蝶蜕变的朋友，你们好。看到你们的牌组，我感觉到一股非常强大，但同时又被压抑了很久的创造能量。你们的牌组中，同时出现了魔术师、皇后、权杖皇后、圣杯皇后，这几乎是所有阴性与阳性创造力的极致展现。这告诉我，你的灵魂深处是一个极具天赋和潜能的创造者。然而，蝴蝶蜕变这个主题也暗示着你可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茧的状态，无法真正的展翅高飞。这是一组关于一起你是谁的深刻疗愈。能量验证。在我们深入探索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能量验证。最近的你是否感觉自己常常陷入一种回看过去的状态？圣杯5的能量是凝视着那3杯倒掉的酒，不断的去回味那些失望、悔恨与失落。你可能会反复思考，如果当初我，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同时，宝剑7的能量让你的头脑非常活跃，甚至有点过度。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内心戏，很多的自我怀疑，甚至会觉得自己不够好，需要用一些小聪明或策略去应对世界。你感觉自己活得有点累，因为你无法完全地、真实的做自己。这两种能量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让你停滞不前的回圈，因为沉浸在过去的失落中，所以对现在和未来感到不安，于是头脑便开始编造个重剧本来保护自己，而这些剧本又加深了你的疲惫感。如果这种沉溺过去和思绪纷乱的感觉让你很有共鸣，请在留言区打上释放，作为我们疗愈之旅的开始。你需要释放的过去创伤。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过去，让你形成了这样一个能量模式呢？牌卡指向了圣杯5的核心。这是一张关于失落与未被满足的期待的牌。这可能是一段深刻的关系的结束，一个重要梦想的破灭，或是在成长过程中，你感觉到爱与认可的匮乏。这份创伤的核心，不是事件本身有多么戏剧性，而是它在你心中留下了一种我不够好或幸福总是会离我而去的信念。你就像那个看着倒掉杯子的人，你将自己的价值与那些失去的东西绑定在了一起。你认为，如果我失去了那段感情，就代表我不可爱；如果我没有实现那个梦想，就代表我没能力。这个信念就是那个让你无法破茧的茧。宝剑7则揭示了这个创伤的另一面，为了避免再次体验那种失落的痛苦，你学会了不完全投入和自我保护。你可能不敢100%地展现真实的自己，因为你害怕一旦完全敞开，就会再次受伤。你也可能不敢全心全意地去追求你真正想要的，因为你害怕再次失败。这种保留让你感觉安全，但它也让你失去了与生命深度连结的机会。这份你需要释放的创伤，就是那个让你不敢再相信圆满的旧有信念。阴影面向的礼物与学习。但是，亲爱的朋友，任何阴影的背后都藏着一份礼物。这段让你痛苦的经历究竟教会了你什么？这份阴影带给你的第一份礼物是资源整合的能力，也就是魔术师的力量。正因为你经历过匮乏与失落，你才被迫学会了如何运用手边有限的资源，去创造你想要的东西。你变得非常聪明，非常懂得如何去观察、学习和模仿。你的头脑宝剑7虽然有时候会让你痛苦，但它也让你变得非常有策略，懂得如何去解决问题。你学会了在逆境中生存，这就是魔术师最初阶也最宝贵的能力。
第二份礼物是建立你自己的信念体系，也就是焦黄牌的智慧。当外在的世界让你失望时，你被迫开始向内去寻找答案。你开始质疑那些旧有的、让你痛苦的信念，并开始去建构一套属于你自己的、能够支撑你走下去的价值观。你可能开始接触身心灵的知识，或者从哲学、艺术中寻找慰藉。你正在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真理探寻者。这个过程让你变得比以前更有智慧，也更有深度。所以，请感谢那段经历，它没有打倒你，反而把你变成了一个潜力无穷的魔术师和一个充满智慧的探寻者。那在小孩的真实需求。那么，在这段深刻的疗愈之旅中，你内心深处那个受伤的内在小孩，他或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两张牌的出现带来了无比温柔的讯息。你的内在小孩最需要的是无条件的爱与滋养，也就是皇后牌的能量。他需要你像一位温柔的母亲一样去拥抱他，告诉他，亲爱的，无论你做过什么，无论你拥有什么或失去什么，我都无条件的爱你。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最美好的礼物。你的内在小孩渴望从那种需要靠表现来换取爱的模式中解脱出来。他需要的是允许自己休息，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享受生命中最简单的丰盛。其次，你的内在小孩需要情感的被看见与被接纳，也就是圣杯皇后的能量。他需要你坐下来，静静地聆听他内心的声音。那些被压抑的悲伤、愤怒、恐惧都需要一个安全的出口。圣杯皇后是一位充满同理心与直觉力的疗愈师，她邀请你成为你自己的疗愈师，去感受你的情绪，而不是评判它；去理解你的情绪，而不是压抑它。你的内在小孩渴望被你温柔的理解，他需要知道，他所有的感受都是被允许的。如何进行自我疗愈？知道了内在小孩的需求，我们具体可以怎么做呢？第一，耐心与整合，这是节制牌的核心教导。疗愈不是一蹴可及的，它就像节制牌中的天使，需要温柔而耐心的将代表理智与情感的两杯水来回的调和，直到它们达到完美的平衡。这意味着你需要给自己时间，在你想哭的时候，就允许自己哭泣，滋养圣杯皇后；在你有力量的时候，就去学习心知，活出焦黄牌。不要逼迫自己，不要评判自己的进度，温柔地对待自己，允许一切慢慢地发生。第二，重新点燃你的好奇心，这是权杖侍者的邀请。你的内在小孩除了需要被疗愈，更需要被唤醒。权杖侍者代表住全新的热情、创造力与冒险精神。宇宙在鼓励你去做一些新的、好玩的事情，去报名一个你一直想学的课程，去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旅行，或者只是单纯的拿起画笔，随意的涂鸦。当你开始重新探索世界，当你允许自己像个孩子一样去玩耍时，你内在的生命之火就会被重新点燃。这份热情是疗愈旧有伤痛最强大的力量。重生后的你会是什么样子？当你走过这段破茧成蝶的旅程，那个众生后的你会是什么样子？哇，这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未来。首先，你会成为一位权杖皇后。你不再是那个需要靠策略保健期来保护自己的小孩，你将会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无比的自信与魅力。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要什么。你不再害怕展现你的光芒，你的热情与创造力将会成为你引领自己，也启发他人的力量。你将活得非常真实，非常舒展。接着，世界牌的出现意味着你会达到一种圆满与完整的状态。
你终于走出了圣杯5的那个回圈，你不再执着于过去的失落。你整合了你的阴影与光明，你理解了所有经历的意义。你会感觉到内心无比的自由，因为你知道，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处于世界的中心。你完成了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个灵魂课题。最后，钱币9为你的重生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现实蓝图。你将会是那个在自己的花园里独立、丰盛而优雅的女人或男人。你不再需要向外寻求认可和幸福，因为你自己就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富足而美好的世界。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你享受着自己的陪伴，你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你真正的活出了皇后般的丰盛与尊贵。疗愈练习与日常仪式。为了支持你的蜕变，这里有2个简单的练习，你可以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中。2个杯子书写练习对应圣杯5与节制牌。准备1张纸，画出2个杯子。在左边的杯子里，写下所有让你感到失落、悔恨的过去。尽情的写，把它们都倒出来。然后，在右边的杯子里，写下你从这些经历中学到的智慧，以及你身边依然拥有的值得感恩的人事物。那2个立柱的杯子。每天花5分钟做这个练习，你会慢慢地将你的焦点从失去转移到拥有和学习上。好奇心约会对应权杖侍者。每周安排1个小时，作为你与你内在小孩的好奇心约会。在这个小时里，去做一件全新的，只是因为好玩而做的事情。可以是在网上看一个纪录片，可以是去公园里认识一种新的植物，可以是用左手写字。目的只有一个，重新点燃你的探索欲。好了，亲爱的第1组的朋友，以上就是宇宙要传递给你的深度疗愈讯息。请记住，你灵魂的本质是光芒万丈的创造者。那个茧从来都不是你的归宿。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解读，请记得按赞、留言告诉我你的收获，并分享给那些同样需要破茧成蝶的朋友。第2组，凤凰重生。哈喽，选择第2组凤凰重生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凤凰是一个极具力量的意象，它象征住在经历了彻底的毁灭之后，所迎来的是更加辉煌、更加充满智慧的新生。看到你们的牌组，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宇宙会给你们这个主题。这里有宝剑1的真相刺穿，有命运之轮的剧烈转变，但同时也有太阳牌的极致光明和世界牌的最终圆满。这是一组关于在命运的洪流中摧毁旧我、铸造新我的史诗级疗愈。能量验证。在我们深入这场烈火的试炼之前，我们先来确认一下你的能量状态。你最近是否感觉自己处于一种迷茫的等待之中？圣杯7的能量是空中漂浮这7个装着不同东西的杯子，代表着你面前有很多的选项，很多的可能性，但你却感到眼花缭乱，不知道该选哪一个才是对的。你的内心可能有很多的幻想和渴望，但却缺乏将它们付诸实践的清晰路径。与此同时，钱币7的能量让你感觉自己已经付出了一些努力，但成果却迟迟没有显现。你像那个看着葡萄藤的农夫，心中充满了不确定，我的等待会有结果吗？我走的路是正确的吗？这2种能量结合，让你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焦灼。你渴望改变，但又被太多的可能性和不确定的未来所困。如果这种选择困难和耐心耗尽的感觉深深触动了你，请在留言区打上重生，宣告你已准备好迎接清晰与方向。你需要释放的过去创伤。是什么样的过去，让你陷入了这片迷雾之中？牌卡指向了宝剑1和命运之轮。你需要释放的是一个由突如其来的真相所带来的创伤。宝剑1，
是那把划破所有幻象的真理之剑。在过去的某个时刻，一个真相，可能是一个背叛，一个残酷的现实，或是一个让你彻底清醒的事件，像一道闪电一样劈开了你的世界。你一直以来所相信的、所依赖的某种结构或信念，在那一刻彻底崩塌了。这个崩塌引动了你的命运之轮，你的人生可能经历了一次非你所愿的剧烈的转变。你可能被迫离开一个稳定的环境、工作、关系、家庭，或者你的人生轨迹，被一股巨大的外力推向了一个你完全陌生的方向。这份创伤的核心在于失控感，你感觉自己就像是命运之轮上那个无助的小人，只能被动地、身不由己地被甩来甩去。你失去了对生命的掌控感，也因此，你对未来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和不信任。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会陷入圣杯七的迷茫，因为你害怕再次做出错误的选择，害怕再次被命运的巨轮所碾压。阴影面向的礼物与学习，这场让你感觉失控的风暴，又为你的灵魂带来了怎样的淬炼与礼物？这份阴影带给你的第一份礼物，是建立内在的秩序与权威，也就是皇帝牌的力量。正因为你经历过外界的混乱与失控，你才意识到，唯一真正能依靠的，是你自己内在的结构。你被迫开始为自己的人生负起100%的责任。你学会了设立边界，学会了说不，学会了用理智和纪律来为自己混乱的生活建立起新的秩序。你正在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蜕变为一个自己生命王国的统治者。第二份礼物是无与伦比的思维清晰度，也就是宝剑皇后的智慧。那把刺痛你的宝剑一，最终被你内化，成为了你自己的武器。你经历过谎言与幻象，所以你现在拥有看穿事物本质的敏锐洞察力。你不再轻易地被情绪或表象所迷惑，你的思维变得像水晶一样清晰、客观且充满智慧。虽然有时候这份清晰会让你显得有些冷静和疏离，但它却是你最宝贵的财富，保护着你，不再重蹈覆辙。所以，你看，那场摧毁你的大火，同时也为你铸造了王座与宝剑。那在小孩的真实需求，在那位强大的皇帝与皇后之下，你那个经历了惊涛骇浪的内在小孩，他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你的内在小孩最需要的是安全感与稳定，也就是权杖4的能量。权杖4是那4根稳稳立于大地之上的权杖所搭建起来的一个温暖、和谐的家。你的内在小孩在经历了命运之轮的动荡之后，极度渴望一个可以让他完全放松、感到安全的地方。他需要你为他建立一个稳定的日常生活，一个充满爱的居住环境。他需要你向他承诺，亲爱的，有我在，你哪里都不用去了。这里就是我们安稳的家。其次，你的内在小孩需要纯粹的喜悦与连结，也就是圣杯3的能量。在经历了宝剑仪那种冷酷的真相之后，你的内在小孩非常需要重新体验人与人之间那种温暖、真诚的连结。他渴望和朋友们一起欢笑，一起庆祝生命中的小确幸。他需要你带他走出宝剑皇后的那种孤独，去重新信任友谊，去重新感受那种与人分享的纯粹的快乐。他需要知道，尽管世界有残酷的一面，但温暖与喜悦也同样真实存在。如何进行自我疗愈？那么，我们该如何为内在小孩重建家园，找回快乐？第一，有意识地做出选择，这是权杖2的指引。你不再是那个被动的、被命运推着走的人了。权杖2邀请你，像一位国王一样，手握着代表你个人力量的权杖，去清晰地规划你的未来。从每天的小事开始，有意识地为自己做出选择。
选择吃健康的食物，选择与正能量的人相处，选择一个能让你感到平静的爱好。每一次有意识的选择，都是在向宇宙、向你自己宣告，我才是我生命的主人。这将会慢慢地疗愈你的失控感。第二，带住信任去耐心耕耘，这是对钱币7能量的转化。你之所以会对等待感到焦灼，是因为你不信任过程，不信任你的付出会有回报。宇宙希望你重新建立这份信任。你可以从一个小小的、可控的目标开始，比如坚持1个月的每日运动，或者完成一本一直想读的书。当你透过自己的努力，看到一个确切的、正向的结果时，你就会慢慢地重建对耕耘与收获这个宇宙法则的信任。你要学会的是享受过程，而不是只盯着结果。重生后的你会是什么样子？当你穿越这片迷雾，从灰烬中升起，那个全新的你是何等的璀璨夺目。首先，你会活成太阳牌的样子，所有的迷茫、恐惧和阴霾都将被你自身的光芒所驱散。你会变得无比的开朗、自信，充满活力。你不再害怕未来，因为你自己就成了照亮未来的太阳。你的存在本身就会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与希望。你会找回那份最纯粹的，如同孩童般的喜悦。同时，你会是一位权杖皇后。你整合了皇帝的结构和宝剑皇后的智慧，并为他们注入了热情与生命力。你将会是一位极具魅力的领导者，你的清晰、你的决断力和你那充满感染力的热情会让你无往不利。你不再害怕失控，因为你已经学会要如何去引导生命能量的流动。最终，你将会抵达世界牌的圆满。你与你的命运和解了。你不再对抗它，而是学会了与它共舞。你走过了所有的元素，穿越了所有的试炼，你终于找到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你会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完整与自由。你完成了这趟英雄之旅，你带着所有的伤疤与智慧，光荣的归来。疗愈练习与日常仪式。为了支持你的凤凰重生，这里有2个强大的练习。全力回收冥想对应权杖2与皇帝牌，每天早上花3分钟时间静坐。想象你的脚下生出根，深深地扎入大地。然后在心中对自己说，今天我收回我所有的力量，我为我所有的选择、言语和行为负起责任。我是我生命王国唯一的主宰。这个简单的宣告汇集大地，增强你的内在力量。喜悦清单对应圣杯3，准备一个笔记本，每天晚上写下3件今天让你感到快乐或感恩的小事，无论多小都可以，比如今天阳光很好，喝到了一杯好喝的咖啡。这个练习会训练你的大脑，重新去捕捉生活中的美好与喜悦，疗愈宝剑一所带来的创伤印记。好了，选择第2组的朋友，这就是宇宙为你谱写的一曲关于勇气与重生的壮丽诗篇。请相信，那烧毁你的，也必将成就你。如果你被今天的讯息所触动，请不要忘记按赞、留言，并将这份力量分享给那些正在经历生命风暴的朋友。第3组，莲花绽放。哈喽，选择第3组莲花绽放的朋友，你们好。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个意象本身就充满了灵性的智慧与慈悲。当我看到你们的牌组时，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份能量。你们的牌组中充满了大量的二元性与关系的课题。这里有圣杯2、宝剑2、恋人牌，还有圣杯3。这说明让你深陷泥潭的，很可能是某段深刻的关系，或是你内在2种力量的拉扯。然而，隐者牌、节制牌和皇后牌的出现，又预示着你将会从这片混乱中提炼出最纯净的智慧，绽放出属于你自己的
独一无二的美丽。能量验证。在我们深入这片宁静的池塘之前，我们先来感受一下你现在的水流。你最近是否感觉自己正处于一种孤独的僵局之中？宝剑二的能量是蒙上双眼，手持双剑，内心充满了矛盾，无法做出决定。你可能正在一段关系中，或者在一个人生选择上进退两难。你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所以你选择了暂时不动，用理智将自己的情感隔绝起来。而这种不动，让你进入了隐者牌的状态。你可能会感觉自己与外界有些隔绝，你花了很多时间独处，向内去思考，去寻找答案。但这种独处，有时候也会让你感到孤独和迷惘。你渴望连结，但又害怕选择；你渴望答案，但答案却迟迟没有浮现。如果这种卡在中间、与世隔绝的感觉，正是你近期的心声，请在留言区打上绽放，作为你即将破土而出的宣告。你需要释放的过去创伤，是什么样的淤泥，让纯净的你暂时被困住了呢？牌卡清晰地指向了宝剑三，你需要释放的是一个关于心碎的深刻创伤。宝剑三是那3把无情地刺入心脏的剑，它代表着背叛、分离，或是言语所带来的巨大伤害。这很可能与一段重要的关系有关，呼应了牌组中大量的关系牌。你可能经历过一次让你痛彻心扉的分手，一次朋友的背叛，或是在一段关系中，你感觉自己的真心被冷酷的现实或言语所刺伤。这个创伤在你心中留下了一个核心的恐惧：爱是会带来痛苦的，连结是不可靠的。正因为这个信念，你现在才会陷入宝剑二的僵局。你不愿意再轻易地交出你的心，你不愿意再做出选择，因为你害怕那颗被治愈的心会再次被刺穿。你用理智的剑为自己建立起一座防御的堡垒，但这座堡垒也让你与爱隔绝开来。你释放的不仅仅是那件伤心事本身，更是那个让你不敢再去爱、不敢再去信任的旧有模式。阴影面向的礼物与学习，这份让你心碎的痛苦，又如何能成为滋养你绽放的养分？这份阴影带给你的第一份礼物，是坚定不移的自我捍卫，也就是权杖七的力量。正因为你经历过被伤害、被侵犯的痛苦，你才学会了如何去捍卫自己的边界和立场。你不再是那个轻易妥协、人人摆布的人，你长出了自己的力量，你学会了为自己而战。这份力量，在你未来的关系中，将会是你最重要的保护伞，确保你只会进入健康、互相尊重的连结。第二份礼物是向内探索的智慧，也就是隐者牌的深刻品质。当外在的连结让你失望时，你被迫点亮了自己内在的明灯，开始了一场向内寻找真理的旅程。你不再依赖别人来定义你的价值，你不再从外界寻找幸福的答案。你学会了与自己独处，学会了聆听自己灵魂的声音。这个过程让你变得通透、沉静且充满智慧。你正在成为自己的光，所以那份心碎没有摧毁你，它让你长出了铠甲，也让你点亮了心灯。那在小孩的真实需求，在你那充满智慧的隐者外衣之下，那个曾经心碎的内在小孩，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你的内在小孩最需要的是重新体验健康、平等的连结，也就是圣杯二的能量。他需要知道，不是所有的关系都会带来伤害。他渴望与另一个灵魂，在一个互相尊重、互相理解、能量平等流动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连结。他需要你向他证明，爱可以是滋养的，可以是安全的。他渴望那种心意相通、灵魂共鸣的美好体验。其次，你的内在小孩需要轻松，
喜悦的社群归属感，也就是圣杯3的能量。他需要走出那个孤独的、只有自己的山洞，去重新感受朋友环绕的温暖和快乐。他渴望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分享，一起欢笑，一起庆祝。他需要从那重沉重的1对1的关系课题中解脱出来，去体验那种轻松、多元的社群之爱。他需要知道，他不是孤单一人，他被一个更大的集体所爱住。如何进行自我疗愈？那么，我们该如何温柔地引导我们的内在小孩走出孤独，重新拥抱连结？第一，温柔地整合内在的二元性，这是节制牌的智慧。在你向外建立新的连结之前，你需要先疗愈你内在的关系。你的理智宝剑和你的情感圣杯，你的阳性力量和你的阴性力量，需要在你的内在先行和解。节制牌邀请你用极大的耐心和慈悲去聆听你内在不同的声音，不要再让他们打架，而是让他们对话。当你内在达到和谐，你自然会吸引来和谐的外在关系。第二，无条件的滋养自己，这是皇后牌的教导。这是你重新建立安全感和爱的基石。皇后牌邀请你把你自己当成你生命中最珍贵、最值得呵护的花园，用美好的食物滋养你的身体，用美好的音乐滋养你的灵魂，用大自然的美景滋养你的眼睛。当你把自己滋养得丰盛、饱满、充满生命力时，你就成了爱的源头。你不再需要向外索取，你本身就能给予。这份自给自足的爱会疗愈你对关系的所有恐惧。重生后的你会是什么样子？当你从淤泥中吸取了所有的养分，最终绽放的那一刻，你会是怎样的风景？首先，你会迎来恋人牌所代表的和谐的关系。这不仅仅是指一段浪漫的爱情，它更代表着你生命中所有的关系都会达到一种深刻的和谐与平衡。因为你疗愈了自己，你整合了自己，你吸引来的自然也是完整而健康的灵魂。你会做出最适合你灵魂成长的选择，你会处在让你感觉完整、被爱的连结之中。同时，你会活出前必久的独立与丰盛。你会是那个即使身处最美好的关系中，依然拥有自己独立花园的优雅存在。你的幸福不依赖于任何人。你享受着自己的事业，享受住自己创造的丰盛，享受着自己独处的时光。这份独立让你在任何关系中都保有最迷人的底气。最终，你会彻底地活出皇后牌的能量。你就是那朵盛开的莲花，既纯净又丰盛。你扎根于生命的石像泥土，但你的心却绽放出无限的爱与慈悲。你成为了一个行走的、充满创造力的疗愈能量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份祝福，能够滋养你遇到的每一个人。疗愈练习与日常仪式。为了支持你的莲花绽放，这里有2个充满慈悲的练习。心轮呼吸冥想对应节制牌与宝剑3，每天睡前将手放在心口。吸气时，想象吸入金色的光，这道光温柔地包裹住你那颗曾经受伤的心。吐气时，想象所有黑色的、沉重的能量都随着你的呼吸被转化和释放。持续3到5分钟。这个练习会非常温柔地疗愈你的心碎创伤。感恩连结练习对应圣杯2与圣杯3，每天有意识地向你生命中的一个人表达一份真诚的感谢，可以是一句简单的讯息，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个练习会帮助你的内在小孩重新建立对连结的正面体验，让他知道爱与感恩一直都在。好了，亲爱的第3组的朋友，这就是宇宙要送给你的关于慈悲与绽放的智慧。请相信，最深的黑暗正是为了孕育最极致的光明。
如果你从今天的解读中获得了力量，请你一定要按赞、留言，并将这份宁静的祝福分享出去。结语：能量封印与最终的祝福。非常感谢大家今天陪我一起走完了这趟深刻的、充满勇气的内在疗愈之旅。无论你选择了蝴蝶、凤凰还是莲花，请记住，这三者都指向了同一个终点，那就是重生。蜕变的过程或许充满了挣扎与痛苦，但那都是灵魂成长的必经之路。请为自己今天的到来感到骄傲。疗愈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持续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未来的日子里，当你再次感觉到迷惘或痛苦时，请记得今天牌卡给你的指引，记得你内在所拥有的那份无与伦比的力量与智慧。现在，作为我们今天疗愈之旅的结束，我想邀请你做最后一个小小的仪式，来封存我们今天共同创造的这份美好能量。请再次将你的双手轻轻地放在你的心口，闭上眼睛，在心中观想一道来自宇宙源头的温暖的金色光柱，从你的头顶缓缓地照耀下来，将你整个人温柔地包裹在一个金色的、充满保护的能量弹中。这道光正在封存你今天所有的学习与领悟。这道光正在保护你的能量场不受外界的干扰。这道光正在持续地温柔地疗愈你内心所有需要被爱的地方。请在心中对自己说：我的疗愈之旅已经开启，我被宇宙深深地爱住、保护住。我是完整的、有力量的、值得被爱的。从此刻起，我带着全新的智慧与勇气走向我的重生。当你感觉准备好的时候，就可以慢慢地睁开你的眼睛了。感谢你的信任，感谢你的勇敢。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深度疗愈占卜，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按赞并分享出去。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你最大的收获，或者你将要开始的疗愈练习。你们的每一个分享都是在为这个世界注入更多的光与爱。我是你的心灵向导，我们下次影片再见。祝福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一步都走在光中，走在爱中。拜拜。